宗申赛克龙 RC401，这是我们河南省首批第一批到店的。我现在位置在郑州市文治路摩托市场嘉泰。咱们下面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款车。你好，你好，是这样，今年呢，这个仿赛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可能也感觉到了，因为啥呢？今年这个消费者在进行一个排量的一个升级，所以说今年，对这个400仿赛，大家期望值都非常高，现在称为中量级仿赛。这一款车呢，是我们宗申赛克龙新上市的。中量级仿赛 RC401，可以说这款车的关注度非常高。现在我讲一下，然后就说那个宗申它在这个赛车这方面的一个历史。是这样，咱们那个宗申车队大家也知道，它是中国第一支赛车队，它在1999年就成立了到现在有20多年的历史。然后它1999年成立之后呢，在2001年获得了世界10佳车队，世界10佳车队。然后在2022年，然后获得了世界冠军车队的称号获得了世界冠军车队的称号。然后在这20多年期间然后斩获了超过200个分站冠军和年度总冠军。所以说呢，这个宗申它在这个赛车领域在这边造诣很深。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车首先这个车呢，从外观颜值上看是饱满大气，具有犀利的一个战斗赛车风格。然后你看看这个鲨鱼鳍的一个导流气孔，有效的降低了一个风阻。定风翼的一个设计，让车辆在高速的一个行驶下具有更强的一个稳定性和抓地力。然后咱们再看它的尾翼这样一个设计，在车尾形成压力，提高车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和抓地力。所以说前面的一个定风翼还有后边的这个尾翼的设计，这个能让车辆在高速的一个行驶下来，它会非常稳定。然后咱们再说这一款车的一个发动机。首先这款车是宗申质量非常过关的一个 T7-401发动机，T7-401双缸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呢，功率是33千瓦，扭矩37牛米。这个发动机呢，工厂经过今年的一个重新调教，并且经过了长达400小时的一个持续高负荷运转，这样一个稳定的一个测试没问题。400小时，大家可以想一想，一天是24个小时，这是10几天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测试还有大家看一下，这是目前在这个仿赛车型上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有2个动力模式，一个是竞技模式，还有一个运动模式，这个一键它都可以切换另外一个这个车呢，它用了大量的一个轻量化设计，比如说这个方向柱轮毂还有上下连板手把脚灯平叉灯，全部用的是一个铝合金型材还有一个重点我强调一下，这个车的一个车架，这个车的车架是用这个是高强度的一个锰合金编织车架并且它是用的一个异形的一个后平叉。大家看一看这边看起来，然后相对来说是非常美观，然后这边看起来有一个非常粗壮这个整体看起来是非常漂亮然后这个车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后边的一个悬挂它是一个多连杆式的一个悬挂系统，外观不好看是吧？从这可以看，对吧？从这可以看多连杆的一个悬挂系统还有一个这个车这个灯，它是用的欧四郎的一个自动的一个自动光感的一个 LED 大灯，还有 LED 尾灯、LED 转向灯自动光感，它是在暗路的时候自动亮吗？对，自动亮所以说这个设计也非常人性化
这个灯的亮度是非常高的欧司朗，还有这个大家看这个仪表，这是6.75英寸的一个 TFT 仪表，它可以支持手机导航。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重庆那个安装手机支架就被违法查处，说是违法改装现在然后就说 TFT 仪表这个支持手机投屏，它可以有效避免你在安装手机支架这个一个违法行为，并且这个仪表它2种界面可以随时切换，另外一个这个是前后它是用的双通道的一个博士 ABS， 并且用的博士电喷，所以说不管是在那个这个电喷系统还是然后就是 ABS 系统都是用的是行内最好的，配置最高。另外一个这个车的一个后减一个前减全部具有可调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对这个减震进行一个调校另外，这车的油箱呢，它是一个15升的一个油箱，这个15升在仿赛里边这个油箱也是非常大的。这个东西的话，它可以，然后就是让大家的续航里程无忧能够更长久的一个续航。另外一个这个车的一个 USB 接口，USB 接口在这个位置 USB 接口，方便我们充电，手机充电，方便我们手机充电 USB 接口最主要这个车的性价比呢是非常高，它零售价格仅为28800元，这个实属行业内性价比最高的一个中排量仿赛车型。因为大家知道像有些品牌250双缸的价格基本上卖到25000多、26000多25000多，甚至是某个品牌的350双缸的仿赛卖到28999，而这个是正儿八经401的仿赛，它的功率33千瓦，扭矩37牛米，在行业内可以和大模车型，比如说尼加400，甚至本田 CBR 400双 R，它这个数据基本上已经很接近，但是这个车的价格仅售28800元所以说性价比非常高，配置也很高这款车有几个配置这个车目前是一个配置一个价格，好吧，这款车需要预定吗？这个车现在目前工厂也产能比较紧张，另外一个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芯片是比较缺乏的，所以说这个车的话需要预定。这款车我是身高是1.8米，坐上去是能够着地的，就是说这款车是在1.65米以上的都可以着地，这个大家可以试一下。包括它这个骑行三角的是坐姿比较直立，它不像其他的一些仿赛车型那么战斗，这个是偏街车。我个人感觉这款车骑长途也是可以的，也可以胜任的。包括一些小细节，它这一些这个手把的扭角这个位置都可以调整的，而且有阻尼，包括后视镜都可以折叠，而且后视镜的面积也是很大的，这个是完全够用的，后期不用再改装，这后视镜面积很大的。但是最后我还是要说一点，宗申这个厂家宣传的一些轻量化的设计，包括这个后摇臂，这个粗壮的后摇臂，在某平台上其他的博主也发了，我看了一下，也是一个说的是铝合金的后摇臂，但是我看了一下，确实是它是铁的，这个可能是成本的考虑吧，确实是铁的，这个是铝的，这是铝的，就这个后摇臂是铁的。